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为各位介绍的是混料所弄出来的改装套件。那我混的料呢是湖水灰加上珊瑚白去混合出来的料。那这就是成品。我是看国外的玩家，他们是混 ONYS 料那一支啦，只是说我想说，那已经有人在做测试，那我就先测试珊瑚白试试看。那我先前有适应了一些东西，我发现真的可行。所以我就开始列印像这种改装套件。那这个改装套件呢，其实它在列印过程也像在对自己的考试一样，因为这种东西的支撑架设，你需要有一些经验，你才可以列印出来说后续比较不用太去进行处理的。像这个就是我列一开始的时候失败的结果。怎么没有反应？像你看这个啊，这个枪，它这样是歪的。那你看这个枪就正常了。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列印上就是会有点像是要在考验你的经验啦。我设定的是30mm。现在我看很多人已经列印到了20mm了，但是因为列印时间太长，所以我印30mm。那这是30mm的结果。我再放大一下给各位看看。那这是30mm。然后你看这个喷气孔啊。喷气孔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圆真的是蛮漂亮的，圆真的是蛮漂亮的。好接下来就是带锈的这个，带锈的零件这样子，这样应该蛮清楚的吧？其实真的是印出来真的是相当漂亮。那我这边呢，因为我最近在准备要去做另一个套件的建模啦，所以呢，我有去数字店买了这样的东西。那你看这个啊，这是用矽胶翻模出来的东西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验过矽胶翻模？其实我曾经也做过矽胶翻模，我知道怎么去使用矽胶去翻制。那其实矽胶翻制就是说，它最难翻的就是像这种圆筒状的东西，这是最讨厌的。因为你不管怎样的，你制定好了一个流程，或是说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你可以提高你的成功率，可是你出来的东西呢，还是会有一点点瑕疵啦。这就是了。当然，我想要建模的这个套件，它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它应该已经是可能是20年前的东西了吧。只是说我想要把它有一个 sample 可以拿来建模，所以我才去买了这样的东西。就这样。然后你看，他们都会架设一些注料点啊，这就是原始的矽胶翻模所弄出来。现在的话呢，我们已经可以用3D 列印去直接去做出这样的东西了。当然了，这个东西我是顺便要测试混料出来符不符合我的需求。那我在这些东西因为很大其实我有掉到地上过其实它没有裂开啦，现在都还是完整的。好，现在我们就把它拆支撑看看，因为我支撑点我都设得非常细了，所以就可以直接拆给各位看看。你看这个我都一拆就掉了。当然有些地方呢，我是有去架设比较粗一点的，所以我在拆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点。
哦，先大概拆一下，等一下就会把它全部自己先处理完。好，暂时先这样，等一下再来。Hello， 大家好，那我大概拆的差不多了，那我再留几个拆给各位看看。顺便讲一下有关于接点的部分，像这个啊，其实我自己是蛮喜欢用这样直接就拔了。那有些人说会受伤什么的，其实就是看你设定的那个接点的大小。那像这个啊，这个我刚才接点是设在这边啊，都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表面。那你看我这边我是设这样。你看这边就会有一个洞，这就是我设接点设比较大的。那你看这边，这就是接点设非常细的，像这个也是。所以你表面处理的部分其实不会花很多时间啊，不用说整个全部打磨啦。当然啊，架设支撑还需要一些经验，然后测试吧。像你看，我自己也不是很成功。我本来就知道说这个零件就是这一块非常难处理，所以你看这边就变这样啊。可是其他是成功的，所以没有关系，这样还好。好啊，接着就是因为是混料嘛，混料就是测试一下打磨的部分给各位看一下。就用比较粗的。就这样，还蛮简单的，不会很复杂啦。那你看，这个是整个拆下来的，这边这磨下去就干净了。当然，我这边我设立支撑设的不漂亮，你看这边就会卡掉。好啊，这个圆也是啊，这个圆你看。使用3D 列印出来这个圆就很漂亮，不会像那一种矽胶翻模出来之后，结果那个圆就很奇怪。像这就不会了，这就非常漂亮。所以呢，你可能就直接这样组装就可以了。哦，找几个。应该是这个吧，就这样子。你看装上去就变这样子。好，接下来就拆这个枪的部分，就是这样拆下来就下来了。它这枪就这样子样，出来就出来，就这样。结合的部分上次就有介绍过了，所以等一下我会自己进行处理，再介绍给各位。所以这个方式其实它的料件蛮像 GK 的，我觉得很像坊间卖的一些 GK 啦，现在听这声音就知道了。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要装这一只的，哇，这么大一只。像你看这样，其实它这就是到时候就是把它接进去，然后就变这样。它这个背包啊，背包其实它的设计就只是这样子，装上去，然后再好几个喷射孔。那我处理完，等一下就开始进入涂装部分。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那等一下就要进行上色的测试。那上色的部分呢，我会只拍摄3D 列印件部分。那全体的部分呢，会在结语的时候跟各位讲，因为全体它会有一些，因为这个套件其实有一些地方是不完整的啦，所以有些地方
就是要自己要去处理，像这个就是了。那3D 练件部分就分为没有上底补的，然后呢就是有上底漆补土的，哦，就是用这种底漆补土的，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上透明底漆的。那这是上透明底漆的部分，你看它表面上比较亮。好啊，使用的颜料呢就是这个。哦，硝基漆，这是我看最近一家出的吧。我发现我看了一下它的制造商应该是跟我先前买的那一支料应该是一样，只是说它换个包装那因为它有刚好出这个紫色的，拿来喷应该测试应该刚刚好。好啊，等一下就是进行我们的测试。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那现在到了结尾的部分，那这边我会提供一下我的猎印的参数。那我这一组猎印呢是使用30 μm 去做混料的去做猎印。那国外的玩家呢，他们在测试通常是使用 ONYS 那一支料，但是我看他们调配的结果，我是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专门给战旗用的吧，就很韧，然后你弯折幅度可以很大，然后也会马上回来。可是呢，我这次想要的是说比较类似像塑胶材质的，像这个就是比较像塑胶材质出来的结果，它不会这样子，那摔下去也不会马上就裂掉，像它这肩胛出来就是这样子啦。那像这个的话呢，这个就是塑胶套件，那这是猎印出来的套件。那我故意没有上底漆，也没有去打磨，那出来结果就是这样子，出来结果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不要以为说 3D 猎印件你要什么要全部要打磨，其实没有，那个东西会取决于你的那个你设置支撑的技术，你设置支撑的角度技术，然后再来是你接点的大小，才会造成这种你需不需要全机去打磨？像这个就是，你看这个地方就是接点我设比较粗的，这边其他就都全部都很干净了，就到这里，这是我没有打磨，那另外呢，就是说跟我们一般以前传统那些改装套件比起来的话呢，它可以出来很漂亮的圆，那这个就是很漂亮，而且你还可以做多层，那你就可以直接这样装起来。当然我相信这个东西的话呢，可能是这个套件的购买网址我也放在底下了哈。那我想说，可能这些作者他们是从 FDM 时代就开始开发，所以他有可能他的猎印形式不是本来就是要给 FDM 去做使用，而不是给光固化去做使用的，所以才会有这种需要测试的差异。那但是像你看这整个背包都是 3D 猎印出来的，整个背包都是，当然我有上色了，出来结果就像这样子。出来结果就像这样子。好这边就是我的参数。那我现在是用30 μm 去做测试猎印。那下一次呢，我就会用自行建模的改装套件，可能会用20 μm， 或是把它比例再稍微再缩小一条，譬如说只是变成是10%的珊瑚白，去做测试猎印。以上就是我的介绍。